去看，然后但是我周边的很多人都去看了。我去看了。你去看了？给我差点没冻死。哦，因为那天还下雨。简直是冷的呀！我朋友还批了2个垃圾袋儿，大黑色垃圾袋儿。我说的点不是这儿，就那个周六晚上的比赛呢，又是 All Blacks 对战 Wallaby 啊，就是澳大利亚的橄榄球队的这一场比赛。上一次我们不是输了嘛？输了之后呢，这不是全新西兰人就觉得慌了嘛？就是世界杯怎么办？就输了1场比赛，你说新西兰有没有人值得？你现在就死不告诉我，到底赢没赢？当然赢了，赢的不是一般的赢，36-0。36-0。哇，那场比赛所以看的还蛮。这回是扬眉吐气的那种感觉，是吧？就是让你们作，没有了。就是当然了，上次比赛为什么输掉，是因为有一个全卫队的人是红牌罚下了，所以等于说是少一个人跟人家比赛。哦，他们然后最后橄榄球是不能换人上去的。不能，就是红牌罚下就罚下了。如果是黄牌的话，是停赛10分钟。就这个人10分钟不能上。对，那还是少一个人对人。这一场比赛当中，这周6的比赛当中也有一个全黑队的是黄牌罚下，但10分钟嘛又上去了，但最终是没让他们得任何分哦，36-0哦，就是现在觉得听得好爽啊！所以那场比赛看的真的还蛮爽的。那应该我跟大家说，澳大利亚队应该超挫败的吧？你知道那个时候啊，我坐在身边，因为全是球迷嘛，所以我一边看他们一边在给我讲，我吸取了很多知识。有没有人骂脏话？没有，我每次看球都有好多人在旁边骂脏话。那是一定的嘛，对不对？对，这个就是对吧？这还用问吗？就后来我在看比赛的时候，大家后来在一直喊什么，就是要40-0，就是对于橄榄球来说啊，如果要是就没有4开头，没有开过头。不是，就觉得还好，但赢了是很开心的，也是很爽的。可是如果要是4开头的话，对对方来说就是个屈辱。如果要是比如说40-0，哇，那所以澳大利亚队可能会退出今年的世界杯。没有，就澳大利亚队以后再看到新西兰队就会无地自容。就是如果要是4打头的话，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大家都在喊40-0，40。后来我觉得何必，对吧？你双方都留，又不是说下次不见面了。有没有澳大利亚的那个球迷在？当然有啊，但是就是你知道，在全黑当中一小撮黄。因为这次是新西兰主场嘛，真的是所有都是全黑队的球迷，但大概那天晚上去了没有5万人，我目测在 Eden Park，大概有5万人，然后呢就是一堆黑当中有那么一小撮黄，但是黄的都没有坚持到最后，就差不多的时候大家都走了，因为想说不想看到那个惨烈的场面，就是怕真的你知道4开头那不是很惨，但是就是我在看球的整个过程当中，你别说，首先呢在技术上。全黑队，我这种外行看起来都觉得全黑队的技术的确还是要比，澳大利亚的 Wallaby 就是袋鼠队来的要好一些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流畅。他们无论在传球啊，在什么的，你就感觉流畅。就澳大利亚队，你总觉得卡卡的，或者是谁没跟上，或者是谁过了，或者就是总是在卡的状态。那因为我不会看球，所以就我一个外行人看都能看得出来这个感觉。还有一个就是全黑队他们的那个精神。真的是很厉害，就比如说有一次是澳大利亚马上就要达阵了，就是真的是我跟你说那个球啊，马上就要跑到那儿了，线，大概也就差1毫米，愣让人给掰回来，拖回去了，就是不让他进1分。我有一次看到就是有一个我上次看是哪个队来着，反正 anyway 吧，反正是 Warrior 他们跟另外一个队，可能也是跟澳洲什么队，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就是飞起来，不是大家想要跳起来然后冲到那个线里面吗？活生生的被一个人蹬住脚哦，就直接蹬住脚，然后整个直接拍到地上。我当时看那些说好痛啊！这都痛不痛那就。但是真的也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对呀，真是那么一小点距离，他就真的到线了。他那个已经是身体都已经趴在线上了，他的手要去够的时候，让人把手给掰回来，把那个球给扔走了，就是愣没有让他得1分。所以你在看的时候，那个精神还是挺感人的。还有就是，他就是挺振奋人心的，挺振奋人心。还有就是他们的体力是真的好，你知道后来他们达阵的很多分都是在比如说上半场快结束，或者是比赛整个快结束，那就是体力最就是透支的那个时期嘛。尤其是你2个队伍本来就都很强，其实双方都要使全力的。然后全黑队都是在那个时候得分，就是跑的时候。澳大利亚队已经跟不上了，就他们真的是体力啊，那个精神是还，但他那时候士气也不行了，对，分差那么多，就士气整个都不行了。所以无论如何，如果大家没看过啊，我是给这个建议是不是去现场感受一下？你在家里，因为如果去现场的话，真的我非常赞同。对啊，或者是在酒吧，我看过 N 场。但是在现场还是不一样。如果大家真的，我鼓励大家去看一场啊。不过时间关系啊，7点15分，我们稍作休息。
马上回来开始进入到新闻内容。今天早上的新闻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点满精彩。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十味鲜酒家冬季推出滋补养颜、清血防寒养肉汤锅，同时推出多款适合冬天时令火锅，人均选择。电话095251288512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玉山 KCH 亚洲食品进出口贸易商，专营台湾食品、杂货、珍珠奶茶原料系列及亚洲各地特色产品，独家代理玉山系列、龙红酱业、阿萨姆奶茶等知名品牌。玉山 KCH 秉持纯净、绿色、道地的理念，传承古法，积极创新，始终坚持食品安全与健康。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 09-272-3516。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69 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01 377-8801。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09-890-9018。早上的7点18分，我们还是快速的来看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一个路况的信息。今天早上不仅冷，而且堵。所以大家要做好准备啊！今天早上一大早就变得非常的拥堵，尤其是北岸方向往市中心还是真的挺堵的，所以提醒大家一下啊，开车的时候呢，第一注意安全，第二就是真的要早一点点出门了。今天的路况不太好，所以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具体的路况信息。首先呢，来看一下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上，现在基本上是从 Papakura 开始一路到市中心，已经没有通畅的路段了，但是相对来说的拥堵的路段也不是特别多。几个红色交通拥堵的路段，一个是在 East Market 到 Highbrook 这个路口，还有是在 Princess Street 到 Mount Wellington 这一个路口，一直到 Ellerslie 吧，现在都是红色交通拥堵，其余路段全线都是黄色车多的状况。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20号高速。
20号高速呢，现在西向上是在 Lambie 经过 Rose Common 到 Massey 黄色车多，过了 Massey 之后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东向上 Moraora 经过 Dominion Road 到 Hillsborough 是拥堵的路段，过了 Hillsborough 之后到 Queenstown 是黄色车多，过了 Queenstown 之后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我们再来看一下16号高速。16号高速呢，现在也是基本上从18号这个路口一路到市中心，也没有通畅的路段了。最拥堵的2个路口，一个是在18号到 Lincoln 这一个路口，另外一个是在 St. Luke's 到 Newton， 现在是出现了红色交通拥堵。其余的路段暂时来看啊，全部都是黄色车多的情况。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的方向。今天北岸啊拥堵的特别早，一大早就出现了大排长龙的状况，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现在看起来呢，从 Otihar Valley 开始，一路到北岸大桥之上都是堵得非常严重的。Otihar Valley 经过 Greyview 到 Constellation Drive 是红色交通拥堵 ，Constellation Drive 经过 Tristram 到 Northcote 更是堵成了黑色大塞车。这2个路口现在就需要接近30分钟时间啊，所以这2个路口现在非常堵，但是也没有任何路况的，就是比如说是交通事故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可能就是纯堵。过了 Northcote 之后，经过 Eastman Road 之后，一路到 Oniwa 现在也都是红色交通拥堵。要过了 Oniwa 之后，上海港大桥现在是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但是过了海港大桥之后，再往市中心也是全线黄色车多的情况。所以今天早上北岸尤其堵，其他的路段呢，反正也都是在逐渐的朝着拥堵的方向发展着啊，大家一定要早一点点出门。还有就是呢，今天天气比较冷，结霜的情况会非常的严重，我不知道路面上会不会有结冰的情况，这也不好说。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也是一定要注意驾驶的安全。我们马上回来，正式进入到新闻早餐的内容。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 Honda 本田汽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正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开始分享新闻的内容了。不过在说具体的新闻之前，还是快速的浏览一下今天早上的新闻早知道，很多大事儿在这个周末发生。是，然后首先呢，当然这个世界，然后大事儿呢离不开美国。美国总统呢，然后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又出了名言，是说阻止枪支暴力事件，不应该控枪，应该做什么呢？是应该重开精神病院。我觉得他如果哪一天真的卸任了，他的回忆录不是叫回忆录了，不能还没经典语录，就是这种你知道什么人物自传，他会比别人多一本，就是经典语录，对吧？他会的，他可以跟那个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那个经典语录一样，然后并入史册。而且他还可以出漫画，因为他他的形象又很可爱。他真的，他可以出很多这种就是政治讽刺漫画。对啊，是挺经典的。但不知道是政治讽刺别人还是他。当然这件事情我们一会儿再来跟大家说。刚才在整点新闻不还说他要买岛吗？我们看看啊怎么回事儿。那么当然在新西兰方面呢，这件事情引起了太多的关注，就是澳洲的游客在新西兰呢遭到了杀害。现在呢，当然嫌疑人已经被捕，可是枪支还没有找到。这件事情呢，也是引起了大家对于新西兰的旅游业的重创，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件事真的是骇人听闻。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具体来聊到。不过说到案件啊，下面这件事也是挺吓人的。上次我们不是说了吗？然后我们说南非在一个周末过去，然后大概有47起枪击谋杀事件。那在新西兰有什么呢？在新西兰每天有170起抢劫事件。每天对，每天170起抢劫事件。现在这个治安的问题当然也是再次敲响了警钟。过来旅游的不安全，自己在这儿住的也不安全，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会在新西兰新闻当中跟大家说。那么既然说到了不安全，现在有一些呢算是非常的 vulnerable 啊，就是这种无家可归者，政府呢也是在昨天再次拨出了新款，这次是5400万，专门呢是再次就应该说是更多的投入到了对于无家可归者的帮助当中。我们也来看看啊，这5400万纽币又用来干些什么，具体怎么帮到他们。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在整点新闻里面听到的这个市长候选人 John Tamihiri，
然后又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计划了，是要太大胆。这个真的是，不过真的，如果他要是能盖成了，那他就真的载入史册了。他要干嘛呢？他想要新建一个18道的双层海港大桥，来取代现在的8道海港大桥。18道啊，多出整整1倍还多。我真的是呵，你是要呵呵呵呵？我已经2个呵呵已经不足够表达我的心情。那一会儿我们再来跟大家看一下，到底这18道海港大桥是什么样的，是怎么分配这18个车道的。我真的是忍不住呵呵。好了啊，当然今天早上是星期一，所以说呢，在9点钟过后，我们还是会跟杨议员啊进入到杨议员时间当中。这次当然我们会聊到，比如说关于统计局 CEO 的引咎辞职，有人怨国家党，那么到底是不是国家党的问题呢？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赖国家党的，说是这个基督城枪手在狱中发信，也是跟国家党有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事儿就又拽到国家党那边去了？就是那个时候，反正几年前的嘛，漏洞。所以说现在就说法律到底要不要改一改，我们在9点钟之后都会跟杨议员来进行探讨。不过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说国际新闻。这一条呢，虽然在新西兰发生，但也算是国际新闻。这是怎么着呢？就是上周五我们其实预告过，我们不是迎来一个名人嘛，这个淘宝名人薇娅。薇娅呢就在上周4、上周52天，然后在新西兰这边，其实是为了新西兰这边的贸发局帮助向国内推广新西兰的好物。然后后来呢，在周五晚上，也就是周五的12点，新西兰时间12点到凌晨4点，然后他完成了最后一次直播。在2天的直播里，他卖出去多少东西呢？我给大家念一组数据啊，就有多惊人。他在2天的直播内呢，共完成了1.34亿人民币的成交额，然后卖出了144万件单品，然后同时呢，直播间观看数量达到了997.8万人，然后足足是2倍新西兰人口。这时候当时我看到这组数据的时候，我想说，我们人可真少啊。就是说，中国的消费力你就想说，对啊，你就想说，如果新西兰全部新西兰人都在看，还得乘2，就还得说我们得叫上，比如说另外一个国家的400多万人一起看。哇，好惊人呐！我的老天！它就是光有一个喉糖，就有一个喉糖啊，我不能说牌子，但这个喉糖它就在这2天里面卖了23.1万包喉糖哦，然后面霜人家能卖13万瓶儿，然后奶粉卖了12.5万罐儿，就是你想想这数字多惊人。那我在想，你说新西兰的这些商家他们能不能囤够货？是不是自己都没有想到可以一下子卖出去？对，商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并且最多的 Top 1的一个商家的单品，然后当天2晚的成交1534万人民币。然后这个老板就说：“啥？我们可能以前几年都卖不了这么多钱吧？”是什么蜂蜜吗？蜂蜜当然是蜂蜜了，这一定是单品。第一个是蜂蜜，那第二个就是奶粉，然后接下来就是比较出名的面霜啊，然后有羊驼被子啊。哎，你说这真的是商家算了，这样我相信大家都想看到底呢，这个薇娅来到新西兰之后的行程是怎么样，她为什么可以卖出去这么多？正好呢，并且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么有魅力。当然这一次呢，我们新中传媒啊，尤其是 Panda TV 37作为最主要的合作伙伴，也是全程跟踪薇娅呢，在新西兰的行程，并且我们也进行了专访，然后听听薇娅是怎么说的。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准时吧，晚上好，吃饭了吗？都可以自由切换的一款衬衫，就我现在这个鞋，东西第一是要开心，嫁给我吧。怎么会爱上了他，并决定跟张嘴。对，我要多带孩子，然后你已经在上班了是吗？给大家体验一下，原唱的壶里面放的花。第一次来看直播的话，记得先关注啊，点头像上方关注。我现在是在位于奥克兰的 Sofitel， 今天我们来做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是来参加这个薇娅的全球好物推荐溯源之旅，大家一会儿跟我们进现场去看一下。此次新西兰之行，薇娅不仅仅是为了寻找好物推荐给大家，也是正式开启了薇娅全球好物甄选的第3站的序幕。这一次，薇娅也将深度探寻纯净的新西兰，把优质的新西兰产品推荐给全球粉丝。薇娅的淘宝粉丝数量是613万，全网粉丝量3000万。2018年双11当天直播间
引导成交额3.3亿元人民币。2018年全年直播间引导成交额27亿人民币。是薇娅品牌真正的含金量是它的 trust， 是信誉度，所以有了这样一个信誉度，才会有国内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跟随跟追随我们的薇娅这个品牌。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也是新西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当然，我们看到了 New Zealand Herald Report 之后，本地的人对薇娅和薇娅的品牌呢有了更多的了解。我非常高兴呢，我今天代表我们新西兰中国商会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in New Zealand to present this world。就像刚才咱们获议员还有主持人说的，我们很高兴新西兰能够今天迎来这个，是不是通常叫做带货女王是吧？我当时被介绍的时候说那个在几个小时里头能够卖掉这个上亿的货品。下来有请薇娅。在新西兰，毛利民族呢是我们的土著尊贵的民族。那他们为了欢迎尊贵的客人啊，会有一个碰鼻礼，就是鼻子碰鼻子，以表示对你的诚挚的欢迎。我已经感受到了毛利族的热情，因为刚来的时候我接受到一个欢迎礼，然后还有很震撼的那个舞。新西兰，中国，你们好。我在维吉尼亚，我学汉语1年。So I would like to say, welcome to Vienna. We're very privileged to have you here today, and also we know that with you, a kiwi can fly. Have you seen what a kiwi looks like? It's a little fat brown bird, and it's got little wings. If a pig can fly, then that can't. So we really, please translate. Yeah. We thank you for making this part of your journey to sell these New Zealand products. There's a sort of theme that's happened this afternoon for me as I sat listening there, and that's on the work we're doing as part of the association. Jerry and his company belongs as part of a UMF Honey Association. That association is there to promote, to protect and add value to this Maranuka story. But more than that, over the last 2 years we've gone on a journey to be able to protect the term Maranuka honey, just as we're doing with champagne or just as been done with Scotch whisky or cheeses. It's a very, very, very important word in terms of Māoridom, and I'll leave my friend here to talk about that. 千万不要小看薇娅的号召力。此次的发布会不仅有众多的粉丝到场，就连众多大牌商家，甚至是新西兰的政商名人，也彻底变成粉丝。此次薇娅的新西兰之行，不仅是为粉丝提供了一次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更有机会让薇娅把新西兰的好物介绍给全球的粉丝们。面对现在的成功，全球好物推荐官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嗨，大家好，我是全球好物推荐官薇娅，很开心能够这次来到新西兰的我们的专场。其实以前我跟各个商家一样，我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店主。最开始我是自己开了2家那个关于服饰的一个店铺，然后呢中间也是当模特，就帮别人拍拍照这个样子。后来就是有一次接到个电话，就是小爱的电话说我们淘宝有开直播，你要不要来试一下？当时的那个泛娱乐直播在我们国内就非常火，但是一想，如果淘宝做直播，一定是跟电商有关，所以就是想尝试一下，抱着一个尝试的心态，然后就是做了这个主播，一直到今天。其实我觉得当主播来讲，最大挑战可能是心理上的建设问题，就因为你会每天会面对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质疑，就有了解直播的，但有很多不了解直播的。再到后来，大家可能知道你的名字，但没有看过你的直播，也会对你保持一些就是质疑的态度。可能你每天会遇到形形色色的评论，等等等等的。我觉得可能最大挑战就是你的心理的一个建设。到后来的话，就是责任的一个把关，就因为你的粉丝越来越多，你的责任心会越来越强，然后你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你说主动找，其实这个是真的非常多。我们大概我们的那个商品部门每天的能接到1000多以上的商家每天，
然后每天我们的选品基本都是就是一整个晚上下直播以后去完成当天的选择，然后再进行排期选下一期的我们想要的产品。那我们的最核心的第一点一定是产品，产品本身，我们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过大家去试用过的。第二个，它的性价比。就你的产品选完以后，也不一定可以上我们直播间，我们要保证给我们的粉丝最大的一个优惠。就简单讲来是被需要吧，被需要的那个感觉。就这个问题也很多人问到过我，说外面传的很夸张，说你每天睡觉可能就4、5小时，其实更夸张是我可能平均下来每天可能只睡3、4小时。然后我爸妈也很不理解，我觉得你这是要干什么？你每天这样你不睡觉，在我妈眼里就是我是不睡觉不吃饭的一个人。然后在外界看来，主播那么拼是不是只为了钱？其实就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被理解的一个地方。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到今天来坚持每天直播，包括每天会选不同的产品，就3个字：被需要。因为当天我不直播，会有很多 VR 女说哇 VR 你今天怎么不直播了？她觉得会很无聊。我们的直播间除了买，卖，同时更多的可能是陪伴。其实做慈善的话，我讲远一点啊。刚开始当主播，我从来没有想过哪天我会想那么大。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想做慈善的心，但有时候可能不知道该往哪里下手。然后我从那个去年开始，就是一直注重公益这一块，然后希望以后能有多方面的拓展，在公益这一块。去新西兰这边的话，我也会考虑。在淘宝搜索薇娅，草头的薇。草头下面微笑的微，雅女旁右边亚洲的雅，薇娅，然后进我的店铺就能看到我的直播了。谢谢大家。哎，回来了，好牛哦，是吧？你就看她其实就是看起来很普通的一女生，但是就是很大的那个 power。但其实你看她，因为如果要是大家不知道想象当中的那种所谓的带货女王啊，或者是网红啊，跟她其实不一样。你在跟她聊天之后，或者你看了我们的这个专访之后呢，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她是很平时，对，有很亲和的，就是好像你我他。她就是说，她主要的做这个东西，最开始是做陪伴性，她最开始主要是想要服务她自己的买他东西的人，因为他是店主，对，他不是说他服务他自己买东西的人。后来就想，他说那我就亲身试很多东西给大家，然后因为你敢试啊，然后你慢慢就积累很多信任。而且关键问题就是他又是那种并不是特别的想红，不是想自己想出名的那种人，所以他是无意间就红了，对，所以他就积攒了很多的粉丝。这真的是每个人的成功都是有自己的道理的，但也是有自己的不易的。可能我们是觉得说你看你就做不了这行，我做不了，对，我没法推荐。就可能我看着就不像你，因为你看咱们推荐过这么多东西，你就是没办法描述它具体怎么样。而且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认为说它就是播一播，好像就能够赚那么多钱，其实不是的，人家付出的很多很辛苦。你想他这2天在这边，然后时差，然后他从晚上12点直播到凌晨4点，就为了迁就在中国的时间。哎，不过也有另外一方面了。当然，我们新西兰的产品也是好，就说呢，就算它是再牛的女王，那有的时候如果你的产品不是真的好，也是没用的。所以就像他说，他去推荐的产品也是他经过他真的自己挑的，不是谁给他钱他就去推荐的。哦，不是，对吧？他是这样，他就是还是他要试过，然后并且选过，然后还包括跟各个部门合作验证过才去。所以说也是证明我们新西兰的产品好。当然我觉得像这种推荐，就无论说呢它是以商业形式的还是以什么形式的，其实新西兰是有很多东西很值得让全世界知道的，无论什么形式。我们不光有蜂蜜、奶粉，然后这些羊绒被啊什么的，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然后我们也希望很多国内过来的这些，他们叫大 V， 然后也能过来多帮我们推荐，把我们的好东西带回到中国去。我们算不算个小 V？ 不算，我们连本地都不算，连个 V 的一边都没有，对不对？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就这一节新闻就大概这样。然后我们现在跟大家说回来，国际上的有哪些大事发生？是这个对比起来就觉得幸福的时光过得好短暂呢。我们接下来要说一些，对吧？又闹心的事儿。但是这个呢，就反正跟我们也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大家呢就听一听过了就算了啊。就是特朗普的金句，这个金句呢，我觉得也
不是特别的难理解，就是禁枪这件事情在美国究竟有多难。虽然我们的总理啊，哲斯塔尔顿曾经是说过一句话，就说他不理解为什么美国那么不容易。我理解，我觉得好像还挺好理解，挺容易理解的。每个州不同的法律，然后联邦政府每个州互相牵制，还有金主爸爸，也有那么多对财团在背后，大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立场。是，那我们接下来要说什么呢？就关于控枪这件事情，可能特朗普是不是也被逼得烦了？所以呢，他这一次也算是给出了一个比较正面的回应。说正面的回应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意思他至少说了，控枪他提这2个字了。对，就是说你想让我控枪，我不再给你打哈哈了，我就是告诉你有多难。所以他就直接说出什么话呢？他说，阻止枪击暴力事件不应该是控枪，而应该干嘛？应该重开精神病院。把那些人都关起来，不叫关，要去接受治疗。你看你咋关那叫监狱。当然了，这个其实我们也之前说过，其实美国有很多，在美国的这个宪法上有很多修正案，然后包括现在他们提到，就是说第2修正案呢，就是该修正案保证了人民具有佩戴武器的权利，然后这个就跟比如说第5修正案。是说你你知道这件事情对你不利的情况下，你可以拒绝回答。就这些修正案是一样的，它是跟美国的整个法律系统挂钩在一起的，并不是说你想变就那么容易变。那当然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也不是说政府不管。那他认为他是在一个活动当中，他就说了，他说他希望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啊，全国范围之内重开精神病院，但是并没有提供所谓的计划的细节。特朗普的原话是说呢，他说我们将把那些心理疾病的危险人士带离街头，这样我们就不用害怕他们了。那现在呢，有一个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许多严重病态的人依旧走在街上，所以他把怎么来分辨那些人是严重病态？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就是把那种极端思想的，比如说白人至上的，说是精神病，种族主义的，对，是你脑子有病，对吧？就是精神病嘛，你需要接受治疗。他这种说法，我也不对吧？看看有没有人支持他吧。反正我现在听起来呢是稍微有那么一点荒唐。你表示赞同。但是你说这些人可不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精神方面有问题呢？你不能左右别人的想法。你说精神有问题，那大把人这么想，你怎么来划定这个界限？就是他们被洗脑了，这种算不算是精神有问题呢？就是很多，比如说白人至上或者种族主义，进了邪教。就昨天我还看到一条新闻，也是跟这个相关的是什么？就说现在很多人去鼓动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比较容易被洗脑嘛，无论做什么嘛，对吧？他的可能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特别的确立，而且呢，耳根子可能又软一些，对吧？所以就很容易被洗脑。那么现在呢，很多的这种极端的主义或者极端的组织也在 target 这些年轻人。你知道用什么方法？什么？就说年轻人最爱的东西是什么？一是游戏，这大家都知道；二是什么？炸鸡。所以现在变成什么事情呢？我看到那个，对吧？招募黑帮，就不仅仅是黑帮了，就这种极端主义，他们就拉着这些年轻人说：“走，我请你去吃炸鸡。”然后在吃炸鸡的过程当中就开始给你洗脑、普及这种思想。所以现在警方已经到呢去就是各个炸鸡店搜了。这个我真的觉得，也是很无奈吧。所以你就说这种算不算是一种精神方面的疾病呢？你是不是如果说有人给他这个方面洗脑？那我是不是可以正面的洗脑，给他治治？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嘛，对不对？也是吧。那么当然，但是重点你怎么分辨这些人还是一个点了。你说他是被洗脑的，还是不是？对，和洗别人脑的。对吧？这是一方面啊，他的这个我说是语出惊人死不休的啊，第一个金句，第二个金句他就要买格陵兰岛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当然了，他在买格陵兰岛这件事情呢，他是一说出来，大家一下就愣住了。然后就是说他在这个宴会上是怎么样，然后讲话的时候说，可是说完了以后呢，好多议员想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啊，这个位置格陵兰岛离我们这么近，对吧？1/5美国大小。然后物产资源又这么丰富，又是永冻土，那好了，那我们支持你啊！然后结果一下，得到大批量的支持。不是关键问题，就是这个东西，你是首先你要买就能买的吗？都已经9012年了，还在买国土。然后丹麦政府不是先是格陵兰岛，因为是自治区啊，人家自治外交部人就说了，人家说 no，然后就说。
you dreaming， 对吧？对呀，就你做梦呢。然后就说我们可以做生意，但是你不要那个搞这些有的没的。那丹麦，因为人是丹麦的自治区，丹麦人就说了，我怎么可以把我们的5万人民卖给你们？就是人家自治的另外的主都不干了。你说谁有可能把自己国家的公民不是关键问题是他能说出这个话来，我觉得想一想也就算了呗，竟然这么大张旗鼓的说，也挺棒。对，好了，时间关系啊，7点45分，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还有关于美国以及美国跟中国之间相关的一些新闻，我们在下一节当中再一一的跟大家来分享。好，不要走开，稍后回来。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正在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整点新闻，我是整点新闻的播报员。对，我是Damian。怎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也不知道，你就是被整点新闻简直是。因为你知道，马上就要到整点新闻了，我紧张哦我。你为什么这个东西让你如此的困扰？每到周一，整点新闻都是我的梦魇。尤其是7点钟刚开始，我感觉我自己整个嘴都被封印住了。你每天早上周一的早上来给你解个封，你这样跳一段什么的，贴点纸啊什么的，贴在后面。Anyway 啊，好了，7点49分啊，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国际方面的新闻。但讲真的，周一是有一点点会。我嗓子也不行，今天你看，就是会吃螺丝，我也刚才吃螺丝，都念什么东西都念不顺。全锅，全锅，这一锅。来开始啊！所以今天吃螺丝，大家原谅我们啊，我们得吃一天，第2天就好了。每个周一得补点铁，吃个螺丝。好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美国了，美国呢最近除了这个说的这些疯狂的言论之外呢，当然了，然后面对这个贸易战还是有一些跟进的。然后他们就是怎么样呢？上周我们不是说了吗？美国为了反制中国的这个汇率，然后他们说要延迟对中国货品的加关税的这个政策，推到了12月15号。是，然后但是9月1号呢，还是有一批要实行的。但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发布一个清单，告诉你们到底哪些实行，哪些不实行。那么在最新的消息当中呢，我们就是看到啊，这个关税清单做出的第2轮调整当中呢，有一些是被移除了，比如说中国的家具，国产的家具啊，中国国产的家具、路由器、婴儿用品等等这些商品呢，都是被移除了清单，将不会受到9月1号的这一轮10%关税的影响。然后但是这个错举呢，反而就引发了很多比如说国外媒体的这个大量报道，然后许多这个机构呢以及经济学家呢就警告白宫，对这些商品增加关税的行为呢，有可能适得其反。他是说什么呢？他说，比如说啊，说这样的一些产品当中呢，对华的依赖程度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就是它被这些排除在外的。等于说可能是不是考虑说受到本国的一些压力？你如果要是都加的话，是不是本国人买这个商品就不那么？上周呢，其实各国啊，因为不是马上就到9月1号了嘛，然后很多美国零售业就开始恐慌。大家就已经说，我那天看到新闻就说梅西百货这些，大家就想说，我现在要赶紧入货。现在所有供货商你有的我都要了，因为我不知道它加什么税，对不对？那段时间就是刚刚开始，美国和中国那个时候还不是贸易战呢，就是贸易摩擦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就说那个海上的船都像就是赛车一样，开像渡轮一样，哇，他们真的是来往的，就是跑的也不要太勤，而且是全速，就一定要在那一天之前把这个货运到美国去嘛。所以说很多这个美国零售业者呢压力就很大，然后但是现在出的这个新闻以后呢，他们就发现，哎，这个上面排除的和在里面呢又跟他们的设想
又不太大相径庭。所以说你说就弄得现在很多的当地的一些，尤其是零售商，生意根本不知道怎么做。零售商之前不是想说你肯定是先拿吃的东西下手，对不对？结果现在出来是什么呢？是这个家具，然后路由器、调制解调器，然后包括婴儿啥叫调制解调器？Hub 就是也并不知道。调制解调器就是一时语塞。对，网络分线器。就是咱们比如插好多网线的那个地方，调制解调器，然后包括路由器你懂知道吧 ？Modem。哦，那知道了。好吧 ，Anyway 吧，小娇又一次展现了在这些数字方面的无知啊。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个我知道的。那么当然了，我们就说到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呢，现在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越临近9月1号，就会有很多的细节出来。我跟你讲，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什么？美国现在怕的是什么？美国每年发行和印刷圣经多不多？多吧？多。但是圣经的纸是中国产的，精彩，对吧？现在包括圣经在内的很多书籍的纸张是中国产的。你说精不精彩？真的是。那到时候这次会不会受到？现在呢，就是说，不包括这个圣经的纸张，然后鞋类、玩具，然后但这些呢都是对中国依赖性最强、在 top list 上的一些的产品。哎呀，看吧，这件事情到底争不争，怎么争都不知道呢。所以我们到时候临近了再看。9月1号，我们也知道特朗普这个人的性格，也许到8月有没有31？有啊，有31号晚上12点。13、5、7、8、10、12。Anyway，然后呢，就到8月31号那天晚上，背不住凌晨什么时候他又忽然说不争了，这都是符合特朗普性格的，所以我们到时候再看啊，也有可能他忽然宣布说也没有什么排除了，全争，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到时候到临近那一脚再看啊，这是其一。其二呢，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最近日本太惨了。我真的日本太疯了，不是，我真的实力很心疼他们呀。除了上周我们说到他一定要买美国的农产品，然后结果要捐给非洲之外，转赠非洲去扶贫了。现在又干嘛呢？日本又被，我是觉得是被逼啊，但是不能这么说，所以我只能打着引号，被逼的要干嘛？要增持美国国债，现在已经超越了中国，已经增持了。对啊，已经增持了嘛，现在超越了中国，成为美国的第1大债权国。日本多少人口，多大经济体，已经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就是在8月15号过去的这个8月15号啊，大家不是都纷纷公布各个国家增持美元国债吗？然后中国增持了多少呢？中国增持了23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而日本则增加了相近于中国10倍的美元国债，是219亿美元。真的是疯了，我觉得有点感觉美国是不是在敲竹杠？哇，这敲的不要太明显啊！我真的是觉得被逼这件事情，虽然我现在要你说韩国是不是现在都已经心里偷着乐了，说要那点军费都不算什么？你看啊，截止到6月底，就今年的6月底，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已经达到了多少？1.1229万亿美金，是连续第2个月的增持。中国现在持有的美国国债是1.1125万亿美金，也是连续3个月减持之后的首次，算是大概少100万亿吧。100万亿不是0.01万亿。0.01万亿、1000亿，大概差100亿，我管他，我是算不明白了。总之就是说，你知道，真的是非常多。你就是万亿后面多少个零我都不知道，你就知道它有多少国债。但是现在呢，你就说啊，然后咱们就顺着说啊，赶紧把这点说完。现在日本不光是这样，不是我们还说这个韩国把它移出白名单了吗？但是韩国一直都是这个特别暧昧。韩国特别暧昧，就韩国呢，还是希望这件事呢能不要闹那么僵。因为问题是对他的影响大，对韩国的影响大。其实你说韩国把日本移出白名单，对日本有多大影响？他要是跟美国这个比，关键他是说，你看啊，这刚公布了日本增持了这个美国国债，你不是穷嘛，对吧？你花了好多钱，还得买大豆。对，然后韩国就立马就说，那不如我们再坐下谈谈。就是对于日本来说，你说韩国这算啥事儿？好了，时间关系啊，到了7点57分，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了之后是不是对日本现在有一个同情心，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整点新闻。今天是2019年8月19日星期一，农历7月19。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新西兰方面的最新消息。为了促进年轻人投票，有选民建议每人发放10纽币。新西兰地方议会选举即将开始，但各地方的议会遇到一个老问题：如何让选民积极参与投票？有人建议增设网络投票，有人建议增加更多的投票站，还有人建议向选民支付报酬，提高投票率。在过去的30年，地方议会选民投票率一直在下降。30年前投票率还在50%左右，但现在只有40%，几乎是近2次的中央大选政府77%投票率的一半。但在最大的奥克兰城市，即便是80%的选民知道地方议会选举还有几周后就要开始，但从以往的数据来看，投票率依然只会存在在35%到40%之间。地方政府的数据显示，选民投票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候选人缺乏了解，或者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再或者是忘了投票。研究发现，毛利人、太平洋岛裔以及新移民以及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在生活地区乡村的人都不愿意投票。选民投票率下降这种情况不仅在新西兰，在其他国家也正在上演。市长候选人提出修建18道双向海港大桥构想。奥克兰市长候选人 John Tamihiri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用一个18道的双层海港大桥替换现在的8车道海港大桥。他说，这个方案在6年之内就可以完工，而且施工期间对交通的影响微乎其微。Tamihiri 表示，18道的构想是这样的：下层是10条双向车道的汽车车道，上层是4条双向的火车车道，以及2条双向的自行车车道，还包括2条双向的行人道。他说，他的团队已经考察了国外的类似工程，计算了报价，认为是完全可行的。Tamihiri 说，美国的一个类似工程建筑的成本是1.6亿纽币。目前北岸并不通火车。Tamihiri 说，这一计划可以把北岸地区通火车的计划至少提前10年，而且成本远低于建设第2条北岸通道。现任市长 Phil Goff 发表推特表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想，根本不切实际，无法实现。枪杀澳洲游客的嫌疑犯被捕，被控3宗罪名。澳洲游客被枪杀一案有了最新进展。警方在案发当晚抓获了一名23岁的嫌疑男子，并以谋杀等3项罪名起诉他。这起案件发生在周五凌晨 Raglan 附近的一个露营车内的一男一女游客遭到歹徒枪击并抢劫，造成男游客死亡，女游客设法逃离。警方确认死者为33岁的澳洲男子，事发后他的未婚妻成功逃脱并报警。警方调查显示，歹徒开枪枪杀了男游客之后，将车开走。警方周五早上8点在汉密尔顿附近的露营区发现了露营车，并在车内发现了男游客的遗体。这里距案发地点有80公里左右。随后，当地立即派出全副武装的警察，在怀卡托地区展开大规模的搜索，并以谋杀罪调查此案。据报道，该男子周六在汉密尔顿地区法庭出庭，被控谋杀、抢劫以及威胁谋杀等罪名。特朗普表示想要买下格陵兰岛，格陵兰外交部回应不卖。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有意购买格陵兰岛，但是周五格陵兰岛外交部回复，格陵兰岛欢迎生意上的合作，但并不出售。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以上整点新闻由双子移民留学赞助播出。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
玉山 KCH 亚洲食品进出口贸易商，专营台湾食品、杂货、珍珠奶茶原料系列及亚洲各地特色产品，独家代理玉山系列、龙红酱业、阿萨姆奶茶等知名品牌。玉山 KCH 秉持纯净、绿色、道地的理念，传承古法，积极创新，始终坚持食品安全与健康。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Is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19 09-272-3516。早上的8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首先是冷。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温度啊，早晚绝对不止9度。今天奥克兰的最高温度虽然出太阳之后是有17度，但是早晚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反正是只有3度，所以早晚啊注意大家要保暖。那么在北岛南部地区呢，这个温度差不多，就是呢真的是比较冷的天气啊，最低温度可能是在3、4度的样子，最高也就是11、12度。不过好在呢，今天大部分范围之内，北岛会是以晴朗的好天气为主。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岛，南岛的北部地区今天也全部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当然气温方面会比北岛来的要更冷一些。Nelson 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1度，最低呢是只有2摄氏度。那么到了的南岛的南部地区，当然温度今天就会来得更低一些。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在 Timaru 最低温度可以到零下3度，基督城今天的最高温度有11度，但是最低也是只有零下1度。皇后镇今天是因为阴天的天气，所以呢最高虽然不高，只有9度，但是最低温度没有到零下，今天是0摄氏度。那么到了明天呢，又会有新的一轮降雨来到新西兰，尤其是在北岛的大部分范围之内，所以呢温度方面会稍微有所回升。奥克兰明天的最高气温是15度，最低是9度，但是在大范围之内可能会有降雨的天气情况出现。2019新西兰国际建筑业博览会暨峰会是本地最大的房地产及建筑业活动之一。今年展会将迎来逾100家参展商，过万名观众到场。而峰会日则邀请到顶尖专家就预制建筑展开讨论。2019 NZI-BES 是业内人士收获合作、广大消费者获取产品信息的绝佳平台。8月17日。伦国际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正在收听的是由 Panda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整点新闻。又说错了，这是要怎么样？哎，这样子啊，你再说一次整点新闻，就给你扣工资。你今天中午请吃饭，好不好？我怎么会这样呢？就是你说了整就发现不对了，对不对？对，但是我就依然会顺着说下去。就像我有的时候报天气预报会报成路况，报路况会报成天气预报，是一个意思。为什么呢？我按理说台宣是我每次念的最好的。也不是，其实我们俩还是讲新闻比较溜，像我们这种都是念什么东西念不顺的人。Anyway 啊，8点11分开始，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新西兰方面的新闻。今天早上啊，前后的跟大家聊到了很多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说，比如说最近特别流行一句话，什么好惨，好惨一女的，什么好惨一男的。我现在就觉得日本是好惨一国，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惨？但是大家没有，你没看观众的评论。也是。当然了，香港现在呢也在闹，就是走上街去游行，这次算是比较和平的了。但是我比较关注的是各个地区，然后大家不都有游行吗？对。然后当然就是你有一些香港地区的人他们游行，然后当然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沪中的人出来游行，比如说澳大利亚、美国、然后德国，然后还有包括很多不同的地方，大家不现在都是有一些那个叫。新闻上不是说第8出征，然后什么这些，这都是新闻上现在就直接已经都说出来的。是，就是他现在也是有很多确实民众现在走上街头去来发表自己的声音嘛，都是不同自己的观点，所以他都发表的是自己不同的声音。但是最近如果有去香港的朋友，虽然不占机场了，但是昨天新闻当中说，比如说像地铁站全部停了，很多的高速公路全关了，所以整个呢香港现在的状态还是不是很就是
正常的在运行其当中的。实这样啊，就是说它整个公共系统已经有点稍微在恢复的过程中，但是并没有像运营如初，并且呢，大家现在呢这种之间的这个情绪还没有化解。是，当然大家如果能尽量避免，还是尽量避免的好。是的，所以在国际新闻当中啊，当然也聊到了关于特朗普的事情。如果有人朋友呢想跟我们来沟通的，也可以随时打电话上来0992939906。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啊，我们早上朝闻天下现在不是有2个群嘛？一群呢是在周末的时候空出了3个位置，所以我现在啊是想这样。就是很多朋友是想进一群的，因为一群相对来说是人比较多，然后呢讨论的声音可能更激烈一些，有很多朋友我们经常也会发信息到这个群里，所以干嘛呢？就是大家都是加了 NZFM906 的这个微信号为好友之后，我才把它加到群里的嘛。所以现在呢，如果您不在一群，想要加入一群的朋友，再往这个 NZFM906 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号当中说一句话，你说你要进群前3。我会把它放到群里去，好不好？你这个人，我怎么了？不仅要控制抽奖，还要控制群。我是群主。好吧，你不知道最近我其实也变成了那个管理员吧？那你不是要让着我的吗？对，可以，好吧，行，那让小娇来定这件事啊。如果大家想要加入到一群中，大家就可以赶紧发私信到 NZFM906 的这个号码，然后小娇会把前3位拉进这个一群里面。你看就没有电话那么快，因为大家要找 NZFM906 的那个现在赶紧搜索。如果要是，当然有很多朋友是已经在群里的啊，那你就别发了，你占什么名额呢，对吧？没在的朋友可以发一下，然后我看到了前3名，一会儿在广告期间我就会把您呢拉到群当中来。好了，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新西兰方面的新闻，快速浏览一下啊，对那些可能没有办法就是一听到10点钟的朋友，我们今天会讲哪一些新闻呢？是，首先是我们刚刚在整内新闻中了解到，枪杀澳洲游客的嫌疑犯已经被捕了，他将面临3项指控，但是令人担忧的是，这把枪还没有找到。3名已经满了啊，跟大家说一下。哦，这么快？已经满了，满了。好的。好了，第一啊，这个我已经收到了，只是我现在没时间，我一会儿再把您拉进群里当中去啊。3名已经名额已满。好，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情呢，会跟大家聊到，这不是说治安问题吗？游客觉得不安全，那么住在新西兰本地的居民当然也并不觉得安全。最新的消息就在说，每天现在都有170起的抢劫案件，每天170起，所以新西兰的治安问题是再次敲响警钟。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来说细节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是，然后政府又拨款了，政府这次拨款多少钱呢？拨款了5400万纽币，然后这5400万纽币主要用于再次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那么这笔钱到底会怎么分配，又会不会真正解决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一会儿会回来跟大家具体来聊到。是，还有说到拨钱的事儿，哇塞，我真的不知道大家听完了之后觉得可不可行。整点新闻的时候呢 ，Damien 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奥克兰的候选人 John Tamahiri 提出的大胆设想。对，这个设想是什么呢？18道双层海港大桥，对，结合汽车、火车、行人以及自行车的一个多功能桥。那桥墩能受得了？那从8道扩充到18道，人家说了，人家已经去调查过了。那个钱还不得1.6亿纽币吗？1.6亿能变成18道？人家说了，反正人家调查过了，具体怎么样啊？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了解一下新闻的内容。好了，那么当然今天是星期一9点钟之后呢，我们还会进入到杨议员时间当中。今天跟杨议员呢会聊到2件事情，一个就是统计局的 CEO 引咎辞职，那么人口普查的失败究竟问题在哪儿？该怪谁？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基督城枪手在狱中发信，那么是不是相关的法律应该改一改了？那么这个责任又是在谁的身上？我们一会儿会跟杨议员来聊到。那么接着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关于新西兰的治安问题。首先第一个就关注到这2名来自澳大利亚的背包客，算是露营，他们在新西兰这边呢，就在 Waikato 的附近。Raglan 是一个冲浪小镇，然后这个其实还是我平常经常去度过周末的一个小镇。其实离奥克兰不是很远的，大概开车可能1个多小时吧。然后它就是你过了黑米尔顿，然后就再往上半下左西边。原来你也有，就是你知道我地图上盲点，对，西边往西走一点点，走到海边，
然后他那边在 Rogaland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camping ground。那么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男一女2名游客，他们呢本来就好好的，就是都觉得新西兰露营是一个天堂嘛。是。我们也知道吸引了很多世界上各地的年轻人来到这边来露营。那么他们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间就在车里嘛，自己的 camper van 上睡觉，忽然间就听见了砸窗的。就是砸他们车窗的声音，然后呢，他把车窗砸碎了之后，这个人就开始问他们要车钥匙。他俩呢，就是也不想说有生命危险嘛，那要钥匙，当然就把钥匙给了这一名嫌疑人，现在就应该说叫凶手了啊。对，就给了他。没想到给了他之后呢，他又拿出了枪，开始呢就用枪来击中了这一名男子。当然他的妻子呢后来是因为就是在混乱当中得控跑了出去，他是赤脚啊跑了接近2公里的路才找到邻居的人，然后赶紧的去报警。但是他报警之后呢，警方到了现场，这个车已经没了，因为这个应该说是凶手就把这辆车也开走了，并且呢就是令人觉得可悲的是那个男游客的尸体还在车内。对，他就是带着这个男游客的尸体开着这辆车走了，但是走了没多远就被警方抓到了。当然现场呢也是抓获了这一名枪手。那么他在周6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汉密尔顿法庭出庭了，被控的就是谋杀、抢劫以及威胁谋杀等等的罪名。当然这一名男性的游客呢是已经不幸身亡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啊，其实因为大家现在还具体不知道当天在抢劫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之前我们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如果你真的遇到抢劫，他要什么就给。可是这个东西，对，我就说你就是给他，就不要拿自己的命，然后不要跟他反驳。可是这件东西你想想，是不是真的觉得很可怕？是很可怕。你就出去露个营，忽然间就有人拿着枪过来把你。你说我还是这么经常露营，我都没有车呢，我还是自己帐篷呢，那帐篷不就是随便你打开就进去了？对呀，是不是听着非常的恐怖？所以这个对于新西兰整个的，尤其是在旅游方面的一个形象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受到影响，而且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现在警方仍然在寻找这个枪支。还没有找到，周围方圆多少都已经被搜遍了，还是仍然没有找到这个枪支在哪里。因为当时他们搜到面包车，抓到凶手，找到遗体的时候，车上没有枪。对，所以就不知道这个枪哪儿了，去哪儿了，不知道啊。现在还在找。如果这有朋友是知道为什么没有这个枪，没有枪没办法定罪。对，就你只要他现在一时找不到这个枪，虽然你只能指控他。但没办法定罪，就等于说是凶器没有找到的意思。而且另外一方面，你这个枪被谁捡了，那也是危险的物品啊，对不对？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谁又知道？所以如果有线索的朋友听过这个类似的啊，或者是在经历过什么，听到任何消息，现在都可以跟警方来联系。说到这儿，我这周6亲身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我们知道建筑展不是周六，周五晚上不是建筑展的晚宴嘛？我就是从晚宴回家的路上，经历的这件事情，就是在大家也都知道那个 Vodafone Event Center 那块不是有一个主路，然后出来以后上高速就会上高速嘛，那是个非常繁忙的十字路口。对，然后呢，我们其实就是看到了警车，所以我们大家都就那排车都停了下来，想让警车走。然后正好又赶上了是红灯，所以我们就等着说下一个绿灯走。这个时候警车上就下来一个警察，他手中怀里抱着的就是那种铺在路面上的那种像钉耙的那种东西，一卷的，他手里就抱着那个。然后他呢就到了我们的车前，因为我们是红绿灯的第一辆车，他就跟我们说你不要动，然后他现在要铺这个了。他就开始铺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肯定是拦车，但是你不知道这个车是会从哪一个车道走，所以当时我们心里是很害怕的，因为这个东西就铺在我们旁边。如果这辆车真的从我们旁边走，要么他撞到我们，要么就是他在钉板上，他的车轮扎破了，他会乱飞，你也不知道会撞到谁，所以我们当时就很害怕。但警方说你不能动，你就是不能动，对吧？对，你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压到什么东西。关窗锁门。对啊，我们第一件事情先锁门关窗，但是这个车你不知道。不过好在呢，我们庆幸的是说那个，就是他们要抓的那辆车没有走我们旁边这条道，走了离我们好远的那条道，而且那个还没有钉板还没有铺到那儿，所以那辆车是当时有很快速的，非常快，然后他就跑了，后边就紧随着有好多辆警车。我就在你大概在你走的前1分钟走的。对。
其实我们就差一个红绿灯的这个样子，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就说那你想那个时候并不晚，也就是9点多的样子，可能还不到10点钟。那天然后正好又有活动，周围很多车，是，所以可能很多人是见到了这个场面，只不过我们因为是第一辆，所以就你跟警察还至少对，打警察还照面了，跟我们直接跟我们说你不要动，等等等等这一系列。所以啊，就是听完了，然后我们又听到说回到家又说周6的这条新闻，你就忽然间心里觉得这种恐慌不安啊，的确还是存在的。那么当然就说到治安问题，接下来这条消息，你说这同一时间出来，这个就是统计数字嘛。然后统计数字现在说什么呢？就说截止到2019年6月份的这一年里面，就过去的这一年6月到6月，然后一共有多少起抢劫案件呢？一共有65138起抢劫案件。然后帮大家算了个数，然后就是平均下来每天就有170起抢劫发生在你身边。新西兰全国当然是啊，不是只指我们奥克兰。是，也就算除了奥克兰，那其他地儿到底有多少人呢？对呀，好多小镇上也就170个人吧。那不可能有，对吧？那你要是抢的话，大家真的都认识，对啊，对不对？那不用抢，我打开你爱拿啥拿啥了，可能就估计啊。现在所以说就是每天170起，大家就想象一下，等于说每天有170个家庭在经历这件事儿。当然了，他所谓的这个抢劫事件呢，有大有小，大的可以大到比如说抢劫银行。或者那天我们说是持枪去抢什么这个珠宝店，这种也算。还有小到什么呢？比如说你家草坪上的割草机丢了，这也算是抢劫的事件。就大大小小加在一起，每天是170件。而且警方自己也说了，说抓到的比例，我们来看破案率啊是多少？是13%。就在所有的我们说的这些就是盗窃罪当中。破案率是13%。那么现在警方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尽量在这个案件或者接到报案之后48小时之内去到现场。现在这个比例可以达到48小时才去现场啊？48小时。那你说你你听我刚才平均嘛？但是就像我说的，有可能是你割草机丢了，那你说警察不会来的。他说是48小时之内会去，不会来的。我试过。反正最终他说是98%可以达到，并且警察会告诉你，我说这个有找回的机会，他说没有。对呀，没有，他说，然后他说没有。警察是怎么先说的？警察说我们会尽量的，但是只有很少的机会。我说多少？他说 0。就是你知道警察也很无奈啊。当然当时给我做记录的这个人他就说很少，因为他们也不能直接上来就告诉你没有机会。所以在这组数据出来之后，就说每天有170起的这个抢劫事件出来之后呢，很多的细节也被公布了。比如说很多啊这些人当中都是惯犯，就是惯犯是非常多的，抢劫犯惯犯。警方现在甚至是有一个团队啊，专门就是来处理这些惯犯的。就这些惯犯呢，可能他们就知道自己要是被抓了，肯定是会被判个1年2年的。对，他们呢就把自己的这种行为变得越来越极端，反正就觉得说我会被判了嘛，所以他们就是现在变得更加的猖狂。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现在到了8点27分，我们得稍作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说关于治安方面的这个问题，也是关于盗窃，还有其他的一些数据跟大家来说，比如说受到影响的家庭现在被关注或者被处理的比例有多少？那么大家在碰到这样的事件的时候，又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可以把伤害降到最低，好不好？好，我们稍作休息啊，不要走开，我们稍。9018。早上的8点30分，我们还是快速的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一个路况的信息，挺堵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早一点点出门的。而且呢，外边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依然很冷，反正我们现在直播间里还好。但至少现在这个点钟了，还没有任何人来上班，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真的挺冷的吧。而且大家好像
这个起床的人数也是有限，对吧？所以应该是挺冷的吧。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路况信息啊。首先，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上，前半段 Papakura 经过 Taganini 到 Redoubt 仍然是黄色车多，过了 Redoubt 之后，短暂的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接着从 Highbrook 又在开始堵了 ，Highbrook 到 Princess Street 黄色车多 ，Princess Street 一路到 Greenland 都是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Greenland 之后，现在一路到市中心也是黄色车多的情况。你看我现在说红色交通拥堵啊，都特别淡然，是吧？特别淡定，你知道吗？就不黑我都不激动的，你知道。因为你已经坐在屋里了。对，好了，我们再来看20号啊。20号高速的东向上 ，Marlborough 经过 Dominion Road 到 Hillsborough， 同样也是在拥堵当中的。Hillsborough 到 Queenstown 黄色车多，过了 Queenstown 之后恢复畅通的路况。西向上，兰比开始经过 Roscommon、Massey 到 Walmesley 是断断续续的，要么黄色车多，要么红色交通拥堵的情况。过了 Walmesley 之后恢复畅通的路况。再来看16号高速，16号高速现在基本上是从18号这个路口一路到 St. Luke's 全线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St. Luke's 之后再到市中心也都是黄色车多的情况。说全线其实听起来时间虽然是短，但是其实就很堵的意思。我就没有挨个路口说嘛。好了，最后北岸方面也是的，从 Greyview 开始，现在一路到北岸大桥之上都是在拥堵当中的，个别路段还堵黑了。然后过了北岸大桥之后，差不多会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 Honda 本田汽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现在20号高速也特别堵。对。20号真的是我很少见到20号堵。20号就是 Marlborough 到 Dominion Road 那个路口本来就很堵。我说错了，18号。18号，18号今天大堵。今天18号是从西区往北岸方向，现在是黑色大塞车。哎，你说一般就住在比如说是西北的那个地方的朋友，是走16号好还是走1号好？没区别。西北，你说比如说住在18号中间 ，Hobsonville 还是靠近北岸一点的。Glenfield 这一类的。Glenfield 不是北岸的吗？哎，对，就是西北的那一块的。是走1号好还是走16号好啊？一样堵，一样堵啊。时间差不多。对，好像最近的一段时间是因为16号拓宽了，然后好像会好一点。拓宽好几年了。好了，我们再来快速看一下这个财经方面的信息啊。股市方面 ，NZX50 指数下跌48.75点，报10655.36点。上证综指上涨8.03点，报2823.82点；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306.62点，报25886.01点。我们再来看一下汇率方面，纽币兑人民币4.5334，纽币兑澳币0.9523，纽币兑港币5.0512，纽币兑美元0.6416，美元兑人民币7.0398。当然，汇率啊是实时变动的，所以呢，大家可能还是要去关注一下的。接着，我们继续再跟大家呢来说一说，这个新西兰方面的新闻。刚刚不是说到了，关于抢劫方面的事情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数据就在说每天170起。那么警方现在桌面上，你就想想他们羁押的量有多多。当然他们的目标是说呢，希望可以就是达到在48小时之内，只要是跟盗窃相关的，他们都会去现场。但是有的时候呢，也是没办法，警力有限。但是呢，也有很多的类似于像这种受害者的资源的部门就在说，他说可能对于警方来说那他抢劫了一个店铺，比如说砸了珠宝店，这是大案。可能你在家里边丢了一个除草机，或者是说我都没报警，就是你的手机什么被拿了，你都觉得这是个小案。但是对于有一些受害者来说，他没有经历过被抢劫珠宝店，对他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就是无论我被偷的是什么，可能偷的钱财多一点，我会更心疼，但不代表说我丢了个小东西，我就不害怕。所以现在就有很多的这种受害者的保护组织就说警方啊，你有的时候不能站在你的角度，就像对于医生来说，他可能觉得癌症是大病，这太常见了，对吧？你要是有一些小的，他就觉得你这算啥呀？可是对于患者来说，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一样，对，他又不知道他自己得的是什么病，所以说对于抢劫的这个也是一样。所以现在就有很多的机构在呼吁警方，你是要一视同仁的。虽然对你来说可能有大案和小案之分，但是对于受害者来说不存在我这个就是小案这件事儿。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很有道理，我觉得倒是蛮有道理的。重点还有很多人，刚才就我们去那个听众朋友就说了，你说还有很多人，比如说我真的吓到了，我也没有报警，我就从此要过上，比如说你不能说自闭吧，但是就一直战战兢兢的那种生活。对呀，这种人很多。其实你就像我身边有亲身经，就是不是我啊，是我身边的朋友自己亲身经历的，就是他孩子的夏天睡觉的时候窗户没有关，就是他宝宝的那个房间进来了一个盗贼，然后把他宝宝的房门给反锁上了，然后所以宝宝在房间里面，对，那不吓死，真的是吓死，但最后什么东西都没丢。宝宝也没事，可是你说作为家长来说，这个心灵的后来，所以也报警了。他们起来的时候，那个房门是锁的。对啊，他们听到声音，所以赶紧起来去看嘛。但是发现房门锁住了，反锁在里边。他那个盗贼可不是轻手轻脚的，而是乒乒乓乓就进来了。对，这边的盗贼都不是，这边盗贼上次不是还说了吗？然后盗贼被抓了以后，特意说我们在这边偷，我们都偷那种平地砖房，就是他就没踩走路没对走路没声的，所以就是。就我说我身边的这个朋友，他真的就吓死了。但报警之后，警方说你又没丢东西，你孩子也没事，那他去干嘛呢？对不对？这就跟那个，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这个救护车一样，救护车出车的这个时间现在不是也越来越长了吗？然后救护车打电话，因为我有一次帮着人打电话，人就问你说你这个患者或者你要被救护的这个救治的这个人，然后是否清醒，有没有流血？然后你说哦清醒没有流血，然后比如说你心脏病，你说我心脏不行了，人家说哦那我们大概可能1小时到那儿吧。所以真的啊，当时我也是真的笑容凝结。所以对于抢劫的这件事情呢，现在就是有很多的呼吁，可是它的这个量如此之多，你说光从逼警方也是做不出来。那你说警力真的是有限，那也真的有大案和小案之分，对于他们来说。那但是新西兰的这样的一个治安问题怎么办呢？我听警方给出的一个回应，他也在说，他说这其实也跟就是这些真正比如说盗窃犯被抓了之后，他们所面临的惩罚的力度啊，也包括了他的这个犯罪成本的高低呀，其实都是有直接关系的。不过我其实特别想知道，是只有新西兰警察这样吗？还是说大部分国家就很多西方国家警察都这样？我特别想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地方，切身感受到新西兰警察慢，这是一个常态，对吧？但是其他的这些国家，比如说欧洲国家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他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样的，就是每个国家都是。那你就是啊，那你看，当然了，不是像中国警察啊，就亚洲警察其实我觉得都出警挺快的。但是亚洲它问题就在这儿，它的其他的，比如说它犯罪成本太高，或者是说它有很多的像人脸识别的这种系统等等等等，它就在无形当中帮警察做了很多事情。所以现在呢，就在说，那新西兰既然在警方这个方面，我们不可能一时间让警方把每一个盗窃案都当做大案来查，那可不可以从其他的方面，那8000个摄像头就之类的。所以我不知道啊，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怎么看？因为这个真的是切身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就像我说，我遇到的那个铺钉板的，那给我其实我们也挺震撼的，那真的是挺害怕的。你想一想，你知道你旁边那辆车会不会撞你啊？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只能在那等。所以我当时也在想，警方这么处理是对的吗？他没有考虑就说。但是你说这个啊，当然他们说抓不到，有10%的 percent 这个抓到了，一年就是说65000起犯罪，有大概6500的人抓到了，对吧？但是抓到了这些人，比如说给出来什么样的惩罚？然后比如说你比如说罚社区服务令，罚赔钱。上次我不是说过我那个朋友那车丢了吗？人家说没钱。哦，这个盗窃每天170起是不包括偷车的，偷车是另算的。这个盗窃不包括偷车，也不包括抢车里面的东西。好家伙，这真的是真的，所以还不包括砸车，不包括，也不包括偷车。你说真的就是抢店或者是抢这个自己的私人住宅。你这么说完，我就更失望。而且他说了，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一天170起当中，最多的就是私人住宅被抢的。而且我就私人住宅盗窃吧，那就是已经是对啊，就是盗窃啊，抢劫盗窃嘛。那你说这个怎么算盗窃呢？我都说了，新西兰这边进来，他可不是捏手捏脚的。那你说他算不算抢劫呢？他是乒乒乓乓进到你家来拿东西。好吧，那我跟大家再推荐一个东西。真的，大家要装摄像头，大家要装摄像头，然后并且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就建议把摄像头和那个
就是警报要开着，因为他还是报警还是需要的。而且关键问题是啊，很多人说，哎呀，装了摄像头，警方又抓不住，不是这个用的。他看到你装摄像头，他会有一个威慑力，并且呢，他进了人了，他会想啊，对不对？因为我家就是咱们就说这个某米的那个牌子很便宜。然后真的在国内也就在100-200块钱人民币，在这儿可能几十块钱纽币，你买一个装上，它有人动静，它会提醒，它会响，它会叮叮叮当响。那你有人进来以后，他一听响，他就吓跑，对，他还是，并且呢，我也在我们家装了摄像头，我就对着外面，我就让你看到我有摄像头，对，然后所以呢，他也就心里还心有余悸，是因为他们这种一般也是踩点的。他们不会是说，哎，我今天看这家不错，我进去。他都是看，比如说你家里面是不是只有女生，是，或者是说你会不会哪个家什么时间没有人，独居老人，对，然后这一类的，然后或者你生活，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双职工家庭，上班时间出去的。哦，说到这儿，你知道最被抢的最多的时间是什么吗？9点、10点、11点的时候。不是，是 early afternoon。下午1-2点那会儿，我估计是它的原文说的是 early afternoon，那应该就是下午1-2点的时候。1-2点、2-3点那会儿，就是大家因为3点孩子放学就有可能要回家了。哦，那有可能，对不对？你就只能是12点到2点那会儿。所以这个就是最多的一个时间段。大家呢真的是，我们把这条新闻拿出来。那时候你想为什么？2-3点的时候，如果就算你家里有一个人，他也出去接孩子了。或者说也出去买菜了，对吧？然后你一会儿再接孩子，他那点就可能没人。双职工呢是肯定家里没人。有道理啊。晚上一般家里有人嘛，所以说啊，这件事情说出来也是为了提醒大家。那么说到犯罪，还有一条新闻也快速说，正好呢，我们的这个也有朋友在我们的那个群里面在说现在还有同党问题严重，就是孩子犯罪啊，就是我们之前说那个15岁以下的那个。对，我今天早上还跟大家说了是吧？对，那个炸鸡店的，现在也都是警方关注的点。那么今天有一个好消息，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好消息，但起码是一件好事。不能算是好消息。反正说到的是什么呢？就说新西兰这边发现高中生吸食大麻的比例在下降。虽然说一方面我们看到新西兰这边呢在不断的出新闻说要让这个大麻合法化呀，或者更加的开放，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最新的研究就发现说其实吸食大麻的，尤其是高中生啊，我们说的就是未成年人，它的比例其实是在降低的，就以前很高嘛。对，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比例对不对啊？跟大家来说这个数字，大家也可以来说是不是觉得对。他就说什么？他说在2001年的时候，新西兰高中生吸食大麻呢，大概会占到38%。好高啊！我觉得不止。我觉得当然了，这个可能是调研嘛。就是那有多少人说是 no， 就是吸了也说没有呢？他说是那当时是38%，然后呢，最新的数据是2012年。我觉得有点过了啊，不过呢，它也是过时了。不过它的最新的就是2012年，这个比例呢就下降到了23%。那除了大麻之外呢，还发现什么？也包括了烟、酒等等这样的，就是应该说是未成年人的摄入量也在降低，从95%降到了89%。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值得该开心的事情。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得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会跟大家来聊到关于年轻人现在是不是真的像这个报告当中所谓的去摄入毒品、酒精和烟草的比例在下降。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90后比我们以前的80后更懂得养生？回来再跟大家说啊。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正在收听的是由 Pan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 Damian。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终于说对了。你因为鸡腿的事情是吗？对，我就是怕扣钱。我现在想说，我刚才一定要说对。我以后就给你在前面立个牌儿，就是说错扣钱，你就不会说。我以前在国内的电视台真的是，我要在国内电视台，我1分钱都赚不到。对。我整点新闻，我早就根本扣完。我那时候说错一个字儿都被扣钱，我一天白干。所以说现在就是给你惯的。
我也这么多年没干这行了。好了，我们继续说回来啊，说到这个关于治安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如果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来跟我们支招。像我们现在群里有朋友就在说，你就要安装那种带警报功能的摄像头，就让它叫唤。吓唬大家，我甚至啊，我的吓唬大家是怎么回事？不是吓唬罪犯。我甚至是我家里的人给我准备一个，你知道不是防狼喷雾不行吗？他给我就是一拉就哇叫的那种，就是如果有人真的在车上，不是就是很刺耳的那种叫声。就是比如说如果在车上或者是我在路上碰到什么，我就拉那个。就在我的防狼喷雾没啥用，感觉就这个一叫唤，他就会吓到，他总会恐慌，你就有机会跑掉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备一备也就是也是一件好事，对吧？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啊？大家也可以来支招。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我的那个经历，刚才在广告的时候我在跟 Damien 聊，你说那个是不是其实对我们来说，警方也没有在保护我们的安全呢？他难道不应该让我们跑吗？我们就说你跑了，如果你下车，你在路中间呢，你下了车，他为什么要拦着我们呢？他铺钉板就铺他的呗，他就铺那条路，又不是他当时不是4项都停了吗？是，但是他那个钉板只有1条车道那么宽，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拦着我们其实没有意义，你知道吗？我们其实是可以走我们的，所以我不明白啊，为什么我们要被拦下，而且是我们被拦下。隔了一个车道，旁边那辆车也被拦下，就留了中间的这一趟。我们还在想，那你都是留边上点的呀，你留中间这一趟，这不等于两边的车可能都会被撞到？我不懂，他们肯定有他们的原因吧？对呀，所以或者是他们真的就这么 random。然后我还跟我身边的就是类似于像朋友在聊，我就说，那如果这种情况我不听，我走了，会怎么样？你不可能走。我为什么不可能走呢？就是你违反了那个什么警察的指令啊！但是在新西兰这边的法律是这样的，我不是说在这边教大家怎么样，但是在新西兰这边的探讨，就在新西兰这边的法律是这样的，不是说警方说的所有的话你都要做的，你是有权利不按警方的话去做，但是警方也有权利说你在妨碍司法。是啊，那就这个东西就是那你干嘛要去 challenge 他呢？那我的人身安全呢？那我为了我不 challenge 他，我自己从警方的角度，他一定是觉得说这样是最安全的。当然了，我是这么觉得啊。对，但是我仍然觉得跑了是最安全的。当然，他放你走，比如说正常走，两边通行是最安全的。但是如果他现在红灯让你走，那别的地儿走不走？我们是绿灯。不，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边绿灯，他先让你走了，那另外那边就不用轮换了。你说一直就让你们走是吧？对，我们走我们的嘛。他比如说他要拦那辆车，他就把那条道给堵死就好了。有没有听众打电话？哎，来，接。好。早上好。早上好。喂，你好，我来给你科普一下是吗？听得到，听得到。科普一下。这个你发现没？就是刚才回应你这个说的，为什么你不能走？因为你是好人，好人都听警察的，坏人都才不听警察的呢，是不是？你发现那个坏人小偷拿了东西跑，你能让他停下来吗？你只能喊别拿，那是我的，你放下，人家拿走了，你能怎么着？你没办法，对不对？但是呢，你现在到小偷那儿了，嘿，你找着他了，小偷这都是我的，你现在拿走去试试，警察能给你抓起来，真是，对吧？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我也搞不清楚的一个人生逻辑思维。所以，但是我不是说教大家啊，只是说就讨论这个情况。好，谢谢这位听众的分享。我也不是教大家，我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大家都把自己先撇干净。就是反正我知道的一点就是大家都是好人，对吧？我们在听我们节目的应该都是好人。好，你也是好人，我也是。好，拜拜。好了，就说到这儿，说回来啊，说那个关于吸食大麻和酒精，这弯转的。 What？ 这不都是跟犯罪相关的吗？是，跟这个酒精啊，还有吸食大麻以及烟草的这个下降，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然后呢，大家也在探讨说为什么会降低，就是这个比例会降低。一方面，我觉得可能跟家长的教育是有关的。我们从小，还包括了现在已经做家长的这一些，我们这一代人，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肯定是不停的念。好吧，来吧，算岁数啊。现在的高中生是15岁到18岁之间，仇恨了。没有15到18岁之间，对吧？所以说现在他的父母是多大？15到18就是45到48，就这么算吧。40到50之间。35就已经可以了吧？
就35到就反正50之间，50之间吧。所以大家还是都比如说70后、70后，然后80后这一批，70后、60后差不多，就不要加80后。80后，好，80后，80的已经80年的现在已经39了，85后。好。反正就这个 range， 所以大家接受的教育不同了，所以大家教育方式也不同了。不是85前，85前，对，你就非要把自己摘出来，好，85前。然后所以说大家教育的方式不同了，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会儿，然后就你现在生出来也快上那，好，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呢，大家其实教育就已经有很多正面的关于毒品、烟酒的教育了。没错。当然，在中国，其实我们是管得比较松的，我们小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尝过，对吧？但是一直还是知道说这个东西应该说完尝过酒，尝过酒啊，尝过酒，然后都可能尝过啤酒，这是最正常的。当然了，在18岁以后呢，大人还是会告诉你说你要18岁以后才能喝酒。然后但是现在这边新西兰这边呢，新西兰因为这个饮酒的这个文化是根深蒂固的，对吧？他没办法。但是后来怎么样呢？也是大家现在无论对烟草、然后毒品和酒精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了。所以这一批人，就我们长大之后，我们会跟我们的孩子说，就是说你可以喝酒，但是现在不是时候。是。那我们会讨论，不像以前就跟这个性教育一样，大家遮遮掩掩，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对，你就会促使让他去尝试，对不对？现在大家摆上台面说了，那他就觉得说好。那比如说我尝试，之前我有一个调查啊，我一看网上一个调查。其实80%的年轻人都在18岁之前喝过酒，都是爸妈给让尝的酒。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方向，就是说什么呢？他知道这件事情不能避免，那就在家长的看护下、指引下，对，你想要尝，那你尝一点点，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不对的，对吧？让他知道了之后，也许他就失去那个好奇心，他也就没有那么，他就想说，那你干嘛大人每天都在喝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好喝的呀？对吧？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方法。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90后现在比我们，甚至说00后比我们养生的多哎。所以我就说了，不知道这个是哪儿来的。对，所以我是说，他们不是比咱们会养生，他是比咱们更怕死，更怕疾病，因为他们见的东西太多了。这也是件好事，是好事，是因为他们见太多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东西的，对吧？你说现在各种各样的新的疾病，各种各样的信息发达也是件好事，对呀，对吧？好了，时间关系啊，不好意思，到8点57分了，这件事情我们先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探讨。那么一段整点新闻回来之后，我们会请到杨议员来到节目当中。